你知道世界上第一家市值突破1000亿美元的车厂是谁吗？不是丰田，不是大众，而是一个你小时候可能听过，但现在已经快被遗忘的名字——通用汽车 General Motors。这家公司曾经是全世界最强的汽车帝国，不只是卖车，还左右整个美国的经济走向。它的高层一句话甚至能影响总统的政策方向。但今天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它到底出了哪些车。通用汽车的故事不只是汽车的历史，更是一部美国制造业的沉浮史。我们今天就来聊聊通用汽车是怎么从一个小公司一路变成汽车霸主的。故事要从1908年开始说起。那一年，在美国密西根州的底特律，有一个叫威廉·杜兰特 （William C. Durant） 的人，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要把美国的车厂一个一个买下来。杜兰特不是工程师，也不太会造车，他的强项是做销售。他原本是做马车的，后来看到汽车是未来趋势，就跳进来创办了一个大计划——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 Company）。而他第一个收购的品牌就是现在还存在的别克 （Buick）。杜兰特的策略很简单，看到谁有潜力就收，所以通用在最初几年疯狂扩张，把 Oldsmobile 奥斯莫比尔、Cadillac 凯迪拉克、GMC 卡车这些品牌都纳入麾下。而凯迪拉克的加入尤其关键，它原本是精密工程师亨利·利兰创立的品牌，强调品质和精准组装，甚至在1908年获得了德威奖 Dual Trophy， 这是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颁发的奖项，等于是当时车界的诺贝尔奖，验证它的组装精度领先全球。也因此凯迪拉克一进 GM 就奠定了高端豪华品牌的地位。杜兰特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的对手亨利·福特正用那句著名的口号：消费者可以选择任何颜色的 T 型车，只要它是黑色的，来主宰市场。福特靠的是单一车型和极致的效率，把汽车带入寻常百姓家。而杜兰特看到了不同的未来，他要提供选择。他相信不同收入、不同品味的美国人都需要一台不一样的车，而 GM 要把他们全部包下。因此，短短几年内，杜兰特就打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品牌帝国。你可以把它当成汽车界的收购狂人，但也因为扩张太快，通用的财务压力爆炸，杜兰特很快就被银行踢出公司管理层。是的，你没听错，创办人被自己创的公司请走了。不过杜兰特没有放弃，他转头联合了一个叫路易·雪佛兰 （Louis Chevrolet） 的赛车手，创立了新的汽车品牌 Chevrolet 雪佛兰。雪佛兰品牌一推出就大受欢迎，销量冲上天。而杜兰特居然靠着雪佛兰赚来的钱，回头把整个通用汽车给买了回来。听起来是不是像汽车界的宫斗剧？然而这位充满戏剧性的创办人，在重夺公司控制权没多久，就再次被董事会踢出了局。这位老兄虽然传奇，但他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真正让通用汽车迈向巅峰的，是一个叫做阿尔弗雷德·斯隆 （Alfred P. Sloan） 的人。斯隆接手通用之后，做了几个超关键的改变。首先，他提出了一个后来影响整个产业的概念——价格阶梯策略。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每个品牌负责不同的价位层级，像是便宜实用的就交给雪佛兰，中端的有别克，高端则是凯迪拉克。这样消费者在不同人生阶段都能留在通用体系里面换车，不需要跳槽到其他品牌。这种策略其实也启发了后来的日系、德系车厂，像是丰田后推出 Lexus， 日产推 Infiniti， 甚至福特也搞出 Mercury， 都是模仿 GM 的这种品牌金字塔设计。而斯隆本人也因此被誉为现代企业管理之父，他的管理哲学后来还成为哈佛商学院的经典教材。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今天的 iPhone SE、iPhone 15和 iPhone 15 Pro？ 对，斯隆就是这么早就想通了用户生命周期价值。第二个改变就是把原本乱七八糟的多品牌管理制度统整成一个标准化的管理系统。它推动了企业管理的现代化，用数字来决策，推动效率和规模经济。斯隆的成功还有两大秘密武器，一是金融。1919年 GM 成立了专门的汽车金融公司 GMAC， 通用汽车信贷公司。在当时，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全款买车，但 GMAC 率先大规模推行分期付款，这使得更多人能提前拥有 GM 的车，立刻刺激了销量。二是设计，斯隆重用传奇设计师哈雷厄尔 哈利厄尔
推出了年度车型更新策略 Annual Model Change Strategy， 这本质上是一种有计划的淘汰机制，即计划性报废。他们每年都小幅度改变车款外观，引入新的流线型和镀铬装饰，让去年的车看起来过时，刺激消费者不断换新。这套每年都有新东西的机制，确保了 GM 的利润源源不绝。而正是凭借这些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到了1930年代，通用汽车已经超越了福特，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在当时，全美每卖出2台车就有1台是通用的。但通用的野心不止于车，你知道冷气、电冰箱、柴油机、车头、军工、金融，它都做。它甚至还跟杜邦化工合作，还投资了保险公司，涉足燃油、电子、电信，活脱脱就是一台产业整合机器。而到了二战时期，通用也成为了美国政府最大的军工供应商之一，生产坦克、飞机引擎、火炮、军车，连 B-24 轰炸机的部分组件也是通用造的。这时候的通用已经不仅是一间车厂，更是美国工业实力的象征。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战后经济繁荣，家家户户开始买车，通用的销量也跟着狂飙。到了1950年代，通用一年的汽车销量居然超过500万辆，你没听错，是年销500万台车。你可能不知道，这时候通用甚至推出了美国第一辆量产的汽车空调系统，还有自动挡电动窗、电动座椅，这些高科技都在那个时代先导入市场，直接拉高了开车就是享受生活的消费心理。通用汽车在1950年代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底特律协议 Treaty of Detroit。 这份协议为 GM 员工提供了业内顶尖的工资、退休金含医疗保险。这不仅仅是劳资关系，它被视为美国战后中产阶级的蓝图。通过为数十万工人提供优渥的生活， GM 不仅制造汽车，它也在制造并维持美国梦。这也是为什么当 GM 衰落时，整个美国的制造业中产阶级都感到了疼痛。而到了1960年代， GM 已经拥有超过 60% 的美国市场占有率。同时期，它推出了像是雪佛兰 Impala、 别克 Riviera、 庞蒂亚克 GTO、 凯迪拉克 Eldorado， 这些名字很多老美听到都会热泪盈眶。这些车款不仅外形拉风，动力强劲，更代表了一种美国梦的象征。那个时代的美国经济强盛，工业领先，文化输出，通用的车几乎就是美国黄金时代的名片。甚至还有一句流行语叫 What's good for GM is good for America， 意思是通用好，美国就好。是不是听起来很自信？但几乎没有人反对。这体现了当时 GM 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因为 GM 当时的市值和影响力确实是无人能敌。不过也就在它最风光的时候，一场危机正在慢慢酝酿。第一是日本车的崛起。到了1970年代，像是丰田、本田、日产这些日本品牌开始进入美国市场，带来更省油、更耐用、售价更便宜的车种。再加上1973年的石油危机，美国人突然发现大排量的美式肌肉车开起来好爽，但真的太烧油了。而日本车呢，便宜耐用，油耗低，完美贴合时代需求。通用还在推大台的老车，日本已经开始玩小车前驱省油技术了。面对市场变化，通用反应慢了一拍。第二是内部过于庞大僵化，多品牌虽然策略上不错，但实际执行中资源分配不均，许多车型其实只是贴牌换壳，品质也开始被人诟病。当时美国著名消费者权益保护者拉尔夫纳德 Ralph Nader 出版了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 Unsafe at any speed， 点名批评了雪佛兰、Corvair 等 GM 车型在设计上的安全缺陷。虽然 GM 试图反击，但这起事件彻底暴露了 GM 庞大体系下对产品安全和消费者需求的忽视。他过于自信于自己的市场份额，而没有及时关注到日本人带来的精益生产和可靠性这种新的竞争标准。那一句 What's good for GM is good for America 慢慢变成 GM is too big to change。 那时候的通用就像一艘超级大船，很难转向。而真正让通用开始下坡的关键转折点，正是1980年代以后的一连串决策错误。面对日本车席卷市场，通用当然不是没反应，他们成立了一个新品牌，叫做 Saturn 土星汽车，希望用重新开始的方式来打一场翻身仗。Saturn 品牌的确很有想法，
从研发到销售通通独立运作，连员工文化都不一样。目标就是挑战丰田和本田的小型车王国。结果车做出来了，也有创新，但价格不够便宜，性能不够突出，广告不够吸睛。更讽刺的是，Saturn 原本的团队非常有理想，提出不讨价还价定价模式，还自己成立了独立经销商网络，但在整个 GM 体系下，这些创新根本无法长期维持。而且 GM 和丰田合作的合资工厂 NUMMI 还被后来特斯拉买走，变成今天的 Fremont 工厂，简直像是 GM 自己把电动车王国让了出去。再加上通用的其他品牌还在内部竞争，资源很快就被稀释了。最后 Saturn 默默无声地走向终点，而这只是通用自救失败的第一章。在 Saturn 失败的同时， GM 内部其实已经出现了产品策略的严重偏差。面对美国人对大空间的需求， GM 战略性的将资源全部压注在高利润的大型 SUV 和皮卡上，例如雪佛兰 Suburban 和 GMC Yukon。 虽然这些车在美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但 GM 却严重错失了发展高效能中小型车的时机。他们在北美市场几乎没有能与本田雅阁、丰田凯美瑞抗衡的主力轿车，唯一例外的是在海外市场，比如中国 GM 靠着别克君威等车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只是全球版图上的特例。当油价一旦上涨，这种对大车的过度依赖就成了一颗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接下来的几十年，通用面临了3个致命问题。第一，品牌太多，反而成为负担。你想想，一个集团下面有雪佛兰、别克、凯迪拉克、庞蒂亚克、Saturn、GMC Hummer， 还有 SLB、Holden、Opel， 每个都有车，但很多车型其实只是贴不同的牌子，换个壳、发动机、底盘都一样，消费者搞不清楚差异，销售也变得混乱，广告费用更是浪费。更糟的是，很多品牌食物链重叠，彼此打架。你买一台便宜凯迪拉克，干嘛还要买贵一点的别克？品牌再多，如果没有清楚定位，就是彼此内耗。第二，劳资问题和成本控制失败。作为美国最老牌的车厂之一，通用有一大堆退休员工，还有非常强势的工会。每卖一台车，除了生产成本，还要分摊大量的退休金、健保、工会协议成本。到了2000年代中期，通用光是医疗费用每年就超过5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一台车还没开始造，就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历史负担。在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薄的年代，这简直是套住铰链跳舞。第三，战略判断迟缓。当日本厂在发展混合动力，欧洲车厂发展柴油高效车时，通用还在继续搞大 SUV、大皮卡。当然，这些车在美国一度很好卖，利润也高。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来了，油价飙涨，消费者钱包缩水，信贷市场冻结，没人要买大车，也没人贷款买车。而这时候的通用库存爆满，资金吃紧，债务压顶。当时的 GM 每分钟就亏损大约 1.5 万美元，手头现金连发下个月工资都困难，而且旗下还有超过9万人，在职40多万人领退休金。如果他倒了，等于美国直接失业几十万人。所以美国政府在救他，不只是救一间公司，而是在救整个中产阶级的饭碗。终于2009年6月1日，通用汽车宣布破产保护。这一刻，美国人不敢相信，那个曾经代表美国制造奇迹的 GM 真的倒下了。它成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破产案之一。但 GM 的故事还没结束，美国政府介入救援，投入了将近5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整个通用被重建成一家新的公司。原来的股份亲临品牌大量裁撤，像是庞蒂亚克、Saab、Saturn、Hummer 全被砍掉，只留下雪佛兰、别克、凯迪拉克、GMC 4大品牌重新出发。由于政府成为了大股东，当时坊间出现了一个戏谑的绰号 Government Motors， 政府的通用。这体现了美国公众对政府介入私人企业的不满。但事实就是，如果没有政府介入，通用可能真的没了。幸运的是，这场重生行动后来被认为是成功的。到2010年，通用重新在纽约上市，政府逐步退出股东位置。虽然纳税人最终仍承担了部分损失， GM 成功起死回生，但光是活下来还不够。这时候汽车产业已经不一样了，电动车、智能化自驾车全都成了新战场。
通用也开始转型。2010年，他们推出的第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Chevrolet Volt 雪佛兰沃兰达。虽然这款车口碑不错，但销量始终没有突破，最后也在2019年停产。其实早在1996年 GM 就曾推出过 EV1， 这是一款真正的纯电车，虽然续航不长，但已具备现代电动车的雏形。但可惜当年油价便宜，技术未成熟，加上内部压力， GM 居然主动把所有 EV1 召回并销毁。这段历史甚至被拍成纪录片 Who Killed the Electric Car。 不过 GM 没有放弃电动车，他们投入研发了 Bolt EV， 一款纯电掀背车，主打平价市场。虽然有电池起火风波，但也算是美国少数早期成功的平价电动车之一。而更重要的是， GM 开始全力布局未来的电动平台 OTM。 是通用打造的新一代电动车架构，目标是让所有电动车款共享电池模组与动力核心，降低成本，提升产量。而第一款采用 OTM 平台的车就是 Hummer EV。 你没看错，那个曾经被砍掉的 Hummer 在电动时代又复活了，变身成一个超科技感、超性能、超巨大的电动怪兽。另外 GM 还推出了 Lyriq 凯迪拉克电动车、 Chevrolet Blazer EV、Silverado EV， 整个电动车家族逐渐成型。而别克也宣布，未来将在2030年前转为全电动车品牌。除了电动化， GM 也投入了自驾车技术，他们收购了一家新创公司叫做 Cruise， 专门研发自动驾驶系统。 Cruise 已经在旧金山、凤凰城等城市进行实际测试，甚至已经推出了自动驾驶计程车服务。虽然中间也有几次事故跟争议，但整体而言， Cruise 被视为美国自驾领域最领先的公司之一。 Cruise 不仅只是在测试，它是美国第一批获得城市营运许可的自动驾驶车公司之一，甚至曾经跟微软、软银等大公司建立合作。而 GM 也宣称，未来的目标是打造零排放、零碰撞、零拥堵的城市交通生态系统。今天的 GM 跟过去已经完全不同，它在战略上做了彻底的瘦身。为了集中资源转型电动化， GM 在2017年将旗下的欧洲品牌欧宝 OPPO 出售给法国 PSA 集团，并逐步退出澳大利亚、印度等非核心市场，将重心集中在北美和其最大海外市场中国。它不再是那个卖大车、靠品牌堆叠赚钱的传统巨人，而是正在试图从电动车、自驾车、车联网这些新科技中寻找自己的下一步。尽管通用有着 OTM 平台的雄心，但它在全球电动车市场面临的竞争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来自特斯拉在创新和软件定义汽车领域的领先，来自比亚迪等中国车企在电池和成本控制上的绝对优势，以及福特 F150 Lightning 等传统对手的猛烈追赶，都让 GM 必须加快速度，将技术愿景转化为大规模的销量。它正在转身，慢慢驶向下一个世纪。总结一句，通用汽车的历史就是一部工业帝国的兴衰史。它曾代表美国制造的辉煌，也曾几乎灭亡。它靠着政府救援重生，也靠着科技转型重新上路。未来 GM 能不能再创巅峰，我们还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全球车坛这场百年战争里，通用汽车仍在场上。这就是通用的故事。